大家好，这一系列课程主要是讲 3D 角色重建跟动画相关的技术。前半部分主要是讲 SMPL 模型，后半部分主要是讲 3D 高深 Scaling 的 3D 重建相关技术。咱们先看一看 SMPL 模型吧。我先执行一下代码，看一下效果。SMPL 模型速度还是特别快的，应用在实时领域基本也没什么问题。这个就是模型效果，这是默认的 T-pose 的模型。红色这个都是人体关节点。我们再改一下参数，再看一看别的效果啊。这是改完的效果，这个是大 pose 模型，长得像大字，所以叫大 pose 模型。看到这儿，大家应该对 SMPL 模型有初步的了解了，就是可以理解为改变各种参数，它就可以生成你们想要的姿态或者动作，这就是 SMPL 模型。我们再看一看 3D 高深 Scaling 的模块吧。3D 高深 Scaling 这是他们的官网，是最近特别火的 3D 重建技术。先看一下他们官网提供的效果，重建质量特别好，基本跟现实差不多，很多细节重建的也是特别好。以前3D 重建领域，NURF 是比较火的，但是 NURF 有一些缺点，就是速度比较慢，它可能渲染一个场景的话，需要几个小时，有可能或者几十个小时都有可能。但是高深 Scaling 重建的话，基本几个任务就可以了，特别快，质量还特别好，这属于一种革命性的技术了。我对高深 Scaling 理解的话，我这有3个点特别厉害。第一点，他们是自己写的库塔编程，可微分的渲染，所以渲染效果特别快啊。我觉得以后在提高性能、质量方面，库塔编程也是一个大方向。第二个是他们用了3D 高深的技术。随后概率论的话，对高深应该都比较熟悉。一维高深是正态分布，二维高深是长得像椭圆，3D 高深是长得像椭球。这里面可能有特别多的高斯点来完成的重建，每个高斯点都有自己的那个形状跟旋转。第三个的话，他们用了抽象函数，抽象函数效果的话，大家可以先理解为在不同角度、不同光照下能显示不同的纹理。这3个点，我觉得是特别厉害的。然后再回到这边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3D 重建相关的应用啊，主要是人物动作相关的应用。这边结合了 SMPL 模型，还有跟高深 Scaling 的技术。这是当时训练的时候的截图，可以看一下。左边是数据源，右边是渲染的效果，几乎用人眼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的。这个是训练完的模型动画的效果，有各种动作文件的话，什么动作都可以做，比如什么 BVH 文件、FPS 文件都可以的。人物角色这个领域，我觉得可以看一下这个项目，这个是它是用一张图片还原
SNPL 模型的一个项目。在这个图片还原 SNPL 模型这个领域，现在还是比较完善的。然后再通过一些什么视频捕捉一些动作的动作序列，这些技术到现在也是比较完善的。但是结合纹理贴图，比如说模型穿上衣服，还有一些什么发型，结合这些贴图的这个结合贴图在做各种应用的领域，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的。3D Accessibility 我觉得在这个领域会有很大的帮助啊。这个是大家看到，这个是我结合这两个技术做的一个应用，效果还是挺好的。最后再看一遍这个，我这边做课程的话，主要是分3步。第一步的话，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AI 模型是做什么的，基本原理是有哪些，大概能清楚。第二点是，我这边核心也是第二点，主要是结合代码，会用 debug 模式讲解。特别是我自己研究的时候，以前踩过的坑，或者有一些不太好了解的地方，我会重点再详细讲一下。我这边核心是结合代码来讲啊。第三个是结合这些 AI 模型，会做一些实际的应用。最后的话，希望有需求的朋友看完这个视频以后能快速上手。目的是这样的。